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肖战首张专辑成功破圈，助力肖战登歌手总榜第2，《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肖战竟成唯一看点。经典的意义是什么？近日，网上关于肖战个人首张专辑《我们》的热度还是居高不下。作为肖战首张专辑，我们继续做到了成功破圈，网上好评如潮，有口皆碑。值得一提的是，这张专辑还助力肖战登上了平台歌手总榜第2，而榜首是周杰伦，已经是非常优秀的实力派歌手了。据悉，肖战个人首张专辑《我们》已经成功破圈了，助力肖战登上了平台歌手总榜第2。而排在榜首位置的是周杰伦，紧随其后的有薛之谦、陈奕迅等，足见榜单的含金量有多高。肖战能够在歌手排行榜中有如此高的排名，认可度也是非常高。对于肖战来说，肖战本身就是全能型艺人，演技精湛不多说了，肖战的唱功同样值得信赖。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纷纷为肖战点赞。看到肖战一次又一次通过自己的作品成功破圈，登上歌手总榜第2，榜首是周杰伦，都非常开心，都希望肖战可以坚持这条路，勇往直前，绝不放弃。除了新专辑《我们》捷报频传，肖战新电影《射雕英雄传》也是好事将近，不见不散。《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肖战竟成唯一看点。经典的意义是什么？作为2025年春节档最受瞩目的电影之一，这部由徐克自编自导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无疑将会成为老中青3代影迷最愿为之掏钱买票的电影之一。可为何当我们面对无数铺天盖地而来的热搜或热点时，最容易驱动我们点击查看的关键字却无一例外地定格在了肖战这个名字上呢？不可否认，这部截取自《射雕英雄传》原著小说第4卷第34回直到结尾的电影，除了肖战这个本就在黑与红两派无比吸睛和引流的演员之外，实际还会有更多让人心生好奇的关键词，比如说金庸、徐克、庄达菲等具体人名，甚至是那些曾经演绎或解读过郭靖与黄蓉的演员或故事，都有可能会成为这波热点话题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当无数人都在期待这部由徐克自编自导、肖战与庄达菲主演、改编自金庸经典小说《射雕英雄传》的电影时，也会有一些对此抱有质疑的影迷或旁观者就这种翻拍或重拍经典的行为提出自己的意见与不解，甚至还会因此引发一系列的立场对立与讨论，甚至笔者也已经预期到这篇文章同样会受到类似的口诛笔伐。从《射雕英雄传》这部小说本身说起，作为金庸射雕3部曲的第1部作品，《射雕英雄传》的发表几乎同时确立了金庸武林至尊的武侠小说地位。也因为这部小说拥趸者众，让它从1957发表之后便开启了近乎于无穷无尽的改编与衍生二创，其中有以1983年的那部改编电视剧最为出名，也因此被一代甚至是几代人奉为经典。或许有人会说用一部电视剧和一部电影进行比较是不公平的，也会有人说时代总在进步，我们不该因为经典在前便固步自封，不再碰触那些所谓的经典话题。话确实是如此说，或究竟可谓经典呢？为何每当《射雕英雄传》每一次被翻拍与改编时，总会引起这样一种经典之下的讨论呢？所谓经典，狭义来讲是一个复合词，它一是取从四书五经中取了经字，二是以春秋战国前的公文体制为起点，才造就今天我们熟知的经典一词。能被奉为经典的作品或内容，大抵可以认为是典范性、权威性或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又或者说是在历史大浪淘沙之下，由历史选择出来最有价值的。
最能体现某个行业精髓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最完美的作品或典籍。由此定义来看，作为金庸众多武侠小说中的其中一部，《射雕英雄传》无疑可以被定义为当代武侠小说的经典之作。或许用这样一种比喻多少有些不妥，如果仅从经典的角度来说，《射雕英雄传》是一部可以和老子、论语、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书籍相提并论的经典之作。于是问题便来了，作为一部或许因肖战、徐克之名而引发讨论热潮的电影，它是否有必要、有资格与那部被无数人奉为经典的1983年版电视剧进行比较呢？作为《射雕英雄传》改编与翻拍史上的经典之作，那部长达59集、需要分3部来拍摄的电视剧，又为何会成为一部后来者碰都不敢碰的经典呢？是因为作为一部改编的电视剧，它不仅保留了小说中的所有精髓，还自我衍生出了许多超越小说的故事与剧情。还是因为这部拍摄于1983年的电视剧拥有或使用了即便是今天依旧无法企及的拍摄手段与高超剪辑吗？又或许只是因为那些在1983年所饰演剧中角色的演员，已经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无可磨灭的印记，并树立起了他们就是书中那些人物走进现实的真实形象呢？或许没有多少人能详细记起1983年的那些剧情细节，或却有无数人能时不时想起并确认谁才是他心中的黄蓉与郭靖，谁才是他心中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金庸用他那细腻的笔锋为读者详细描绘了他心中的郭靖与黄蓉，而这也大大局限了影视工作者在具象化这些书中人物的困难与风险。作为一名演员，无论是肖战还是庄达菲，相信他们在接下重新演绎郭靖与黄蓉这个任务后，无不对之前的经典之作心生敬畏。这样的经典，这样的敬畏，或许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动力，也是一座难以跨越的高山。作为演员，他们希望能在诠释人物时融入自己的礼节与表达，可作为一部重拍或翻拍之作，他们更多的还要面对经典上的全方位血脉压制。他们的演技或许毋庸置疑，可他们的形象却无法符合小说创作时期和描写时代的人物形象。无论是肖战还是庄达菲，他们都是优秀且认真的演员，可奈何他们拥有一张过于符合现代人审美观的脸庞。也许这才是作为影迷在观看《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前要做好的心理准备。也许这才是以观看与评价一部改编与重拍作品应该抱有的心理预期。我们不是在观看一部经典之作，因为经典已经摆在那里了，它拥有典范性且是经久不衰的，可它却不是不可撼动与不可被模仿的。恰恰相反，作为经典，它最重要的用途与目的之一，就是被后世或后辈模仿与借鉴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它作为经典价值与意义。也许肖战作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唯一看点毋庸置疑，也许我们本就该以肖战作为这部电影的唯一看点。因为经典不该是我们用来评价或批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或肖战的佐证与理由。因为经典本该是肖战、庄达菲致仕徐克用来激励自己的重要动力，甚至是《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用来借鉴并希望有所超越的最完美作品。